你听过广西的鹅泉这个小村庄吗？这里真的像是个世外桃源。这两天我就住在了世外的小桃源鹅泉。在广西的通灵大峡谷待了2天，接下来就准备去附近的鹅泉。鹅泉离通灵大峡谷大概有50公里左右。先是搭车到了靖西，然后打车到了鹅泉，不到10公里。这里就是美丽乡村鹅泉村。村子不大，在这里找了一间民宿住下来。这间观景的民宿只有100元钱，阳台上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讲真的，这个风景有点惊艳到我了，立刻决定住2天。这里的民宿类似于农家乐，既可以住宿也可以吃饭，门前都有很多船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准备到村子里转一转。多美丽的湖水和倒影！村子里有一个新桥和一个老桥，这是通公路的新桥，右侧的是村子的老桥，是一座15孔桥。绿油油的庄稼实在是太美了。一人共唱小手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真的是青山碧水。情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前面的小路上有几头水牛，这个老人和水牛真的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一样。哎呦，大象似的。刚洗完澡的水牛自己爬上了岸。眼看着老人和2头水牛从老桥上走过，可惜没有赶到最佳的位置拍下这美丽的画面。现在即将夕阳西下，河滩上有几只鸭子，多么宁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啊！这就是村里的老桥15孔桥。真的是太美的一个小村庄了。逛了一会儿，天就黑下来了。一个人在农家乐吃了晚饭，便宜又好吃。
门外的夜景灯光。早晨睡了个懒觉，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景色。这房间简直太完美了，100块钱一晚。清晨准备去鹅泉风景区看一看，这里早晨7点半以前是没有人收门票的。一起到景区里看看，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同。当地人在这么漂亮的湖中洗衣服，真的太可惜了。这个鹅泉风景区的门票是45元，基本上住在村庄的人都不买票，因为早晚都没人管。当然，如果你白天到这里旅游，肯定要买票进入了。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鹅泉，是因为有个传说，一个老奶奶捡了2只小鹅，一块养大。其实这2只小鹅是仙女下凡，仙女离开的时候，在老奶奶的房前留下了一汪泉水，从此这里不再干旱。清晨的鹅泉宁静美丽，又没有人。看看多美的地方，不亚于桂林。我之前也拍过离这不远的明氏田园，感觉2个地方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更喜欢这里。走过小桥，前面有座观景的小山，上去看一看。这座山不高，有2级观景平台。现在到达了观景平台，看一看整个小村庄。真的是个世外桃源，夏天这里还不热。这里面还有个千亩荷花景区，一大片的荷。看看这水多清多绿呀，里面还有特别多的鱼。
这片湖面就有很多泉眼，就是鹅泉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。鹅泉里生长着各种颜色的海草，如果从空中俯拍，一定非常美。突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这里还有一片花海，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又是一个人承包了景区。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鹅泉在广西应该算是个避暑胜地了吧？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缘。就这样在鹅泉溜溜达达的待了2-3天。其实鹅泉的周边还有好几个景点，但这次就选择了在鹅泉静静的休息2天。鹅泉的夜景也是挺美的。怎么样，你喜欢这个世外桃源鹅泉吗？这里是广西靖西的通灵大峡谷，这里有神秘莫测的洞穴，有高达180多米的通灵大瀑布，这里神秘莫测，充满灵性，不愧是通灵大峡谷。在得天跨过瀑布玩了2天，没有回南宁，而是打车去了离它不远的通灵大峡谷。通灵大峡谷属于广西的靖西，目前是4A 景区。通灵大峡谷知名度似乎不算很高，但去过的人都感觉不错。今天北京老刘带你去玩一玩。这个是景区门口的游客中心售票处，这是整个景区的游览图，玩一圈大概3-4个小时。从入口进去有一个长达800多级台阶的原始森林地带，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，空气非常好。这里有个山神庙，还有藏经洞，据说这里还发现过玄关。进入峡谷，感觉越来越幽深。可能是我进入的园区时间比较晚，整个过程只有我一个人。阳光斜射进入峡谷，形状怪异的巨石，
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溶洞。这个天然溶洞非常巨大，往下深不见底。溶洞里充满了地下暗河，还有高达60米的小瀑布。这是从高处往下望下去的。洞中倒悬着很多巨大的钟乳石。通灵宝洞。抬头望去，非常漂亮的巨大钟乳石。潺潺的流水声。前面就要出洞口了，再回头望一望这个巨大的溶洞，可以看到一线天。从下往上看，犹如一双楚楚动人的勾魂眼，让人为之动容。眼前出现了洞口，犹如《桃花源记》里面描绘的那样，豁然开朗。现在走在了谷底。据推断，通灵大峡谷以前是一个盲谷，由于地质运动的影响，盲谷顶部陷落，形成了现在这个大天坑。峡谷内生机盎然，有非常多的名贵古生物植物。看眼前清澈的溪流，苍翠的植被，非常舒服。一个人走在这峡谷之中，感觉是来修行的。走了不到1个小时，感觉眼前豁然开朗，前面就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瀑布。这个瀑布高达188米，如果是雨后，这里气势磅礴。
走进瀑布看一看，瀑布的声音震耳欲聋。这个大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，却消失在找不到源头的地下河中。此时的我已经走进了水帘洞中，往里走，竟然感到了一丝恐惧。带着强烈的好奇，还是往里走进去了。感觉里面还是一个洞，这真的像水帘洞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进入了洞中。洞里也有一些地下暗河，还有瀑布。看到岩壁上卡着的东西，吓了我一跳。没有敢在洞中多停留，往外走。感觉这个通灵大峡谷真的很神秘。已经被浇了个透心凉。看一看这个神秘的通灵大峡谷、通灵大瀑布。回来走的是另外一条路，进入了谷底中的溶洞。好似进入了一个宫殿。通灵大峡谷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神秘。我这个视频实际拖延了将近2天的时间，因为从通灵大峡谷回来之后，我的手机就失灵了。问了很多身边的手机高手，都没有办法。直到过了1天，手机电池耗尽，才可以使用手机把这些视频整理出来。这是最后走出通灵大峡谷的地方。有点重见天日的感觉。这是一棵力挽狂澜的大树，
游览完整个通灵大峡谷大约用了3个小时。我个人感觉这个通灵大峡谷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。当然这里更适合自驾，公共交通不太方便。我是从得天瀑布直接打车130元来到了这个景区中的酒店住宿。这里的门票网上预订99元。下次如果你从南宁过来，这一路上都可以玩一玩。明天去靖西的鹅泉，那又是一个让人惊喜的美丽小山村，敬请关注。好多朋友关心我为什么好几天没有更新了，因为回北京休息了几天，在北京的几天也是天天下雨，没有出门。还有很多朋友总问下一站去哪里，其实我也没有计划，因为感觉该去的长线都去了，所以接下来的1个多月就比较随意了，会根据天气变化选择一些自己没去过或想去的地方。我现在到了银川，下飞机看到一片彩霞。宁夏应该说是我来的次数最少的一个地方，只来过银川。碰巧这次有朋友相约去银川的沙湖来看一看。之前大约2次算是路过银川，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今天睡了一个大懒觉，直到傍晚的时候才准备出去转一转。听说这边有个懒山公园，是傍晚看日落的很好的地方。懒山公园离市中心大概10公里，有不少的公交车到达这里。前面这个巨大的阶梯就是懒山公园。不得不说，银川这个城市真的非常干净。爬上台阶之后，一个非常宽大的广场，感觉到了西班牙一样。因为这个广场上的建筑是欧式建筑，非常像西班牙广场。前面可以看到晚霞。这个欧式建筑的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足球场，这上面的看台正好可以看到银川的落日。夕阳洒在欧式建筑和看台上，一片金黄。看台上都是来看落日的人。广场下面有个水上公园，落日余晖。银川的傍晚天气不是很热，从懒山公园出来，有一片巨大的草坪，草坪上盛开着很多花儿。现在是晚上8点多钟了，这边应该算是银川的新区，整个街道非常干净。傍晚有很多彩灯和喷泉，远处的晚霞还是挺美的。这个位置是银川的中阿支轴，现在应该叫中华支轴了吧。这条中轴线上有很多现代建筑，夜晚非常美。
也许这边不属于闹市区，所以游客很少。在这里散步还是感觉非常好的。如果不告诉你，你根本想不到这里是银川。这1年多，行走了很多国内的城市，感觉每个地方夜晚都非常美，每个地方都能体会出欣欣向荣的繁荣盛世景观。这条街大概有1-2公里，非常干净、安静，没有喧闹的商业氛围。这条中阿之轴都有水系，很多喷泉。不过稍感可惜的是，这里的很多建筑都缺乏了一些民族特色了，只有这个建筑还有一些风格。从中阿之轴又来到了鼓楼这边，这边就热闹多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这个就是银川的鼓楼。这个楼始建于清代。这个是鼓楼的步行街，已经晚上10点了，人还挺多的。在银川有2个美食街的夜市，其中有一个挺著名的，但感觉离鼓楼这边比较远，没有去。这是个比较特别的建筑，是银川的南门楼，确实太像天安门了，所以这里也叫小天安门。据说这个南门楼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南门楼的前面也是一个小广场，也有国旗，像不像天安门广场？我的感觉非常像小时候的天安门广场，经常晚上可以到广场来遛弯儿。广场上有不少跳广场舞的人。广场边有个美食夜市，进去看看，正好吃个夜宵。现在都快11点了，人还不少呢。这2天的计划准备在银川周边玩一玩它附近的5A 景区。如果你对宁夏银川感兴趣，可以关注我接下来的几天行程。这里的夜市以烧烤为主。转了一圈，随便找了一家吃点夜宵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去景区。